老师，你自己怎么看待限电这件事呢？限电这件事情的确是相当的奇怪哈，因为目前来讲，中国没有大规模的天灾说足以摧毁它的能源供应或电网嘛。如果你现在一个地方发生大地震啊，那当然这个地方这个受损了，必须停电，那这无可厚非啊。发生水灾啊、台风啊，这个在台湾常常会停电，大概也都是因为天灾的关系。这个但是中国现在来讲，大范围、大面积、不分行业、省区这么多的这种限电就我个人印象来讲，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还没有过。所以呢，这一点来讲，我认为如果有人还要帮他涂脂抹粉，说是什么下大棋还是什么产业调控我认为那个都说的有点过头。因为以中国现在的经济体量，一天的生产总值就很大。你现在不要说停电一天，停电1个小时，影响可能就非常大啊！你影响的生产，而且对机器的损坏，很多机器呢，你开了，它突然这个停电断机之后，不是立刻像电视机是这个电灯再重新打开就好，恐怕是有困难。你产线上的产品可能就会损坏了所以呢，这种损失肯定是相当惊人，更不要说民生的这种这个不便那还不要提到说冬天将临这个供暖的问题那现在这个中国的很多媒体说印度也限电问题是印度冬天有这么冷吗？没有嘛，印度冬天大部分区域是没有任何供暖的需求可是中国是有尤其是今年据说了极端气候的影响，中国的冬天好像来得特别早这个也不是谁执政就有办法改变气候，是老天爷的意思嘛。所以现在来讲，这个限电无论如何一定是严重暴露中国这个当局至少在内政治理能力上的不足，至少是地方当局也有所不足你这个有人说这个北京这个部分区域限电是什么税修每年定期维修，那请问呢，2020年、2019年也没有维修吗？也有吧，那怎么也没有这样限电呢？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可能在于什么？第一个就是这个都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各省的地方主义也好这个环保的这个措施过头也好等等总之就是让内部能源的供与需的这个环节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第二个当然是这个贸易战导致外国的煤不能够这个顺利的进来，主要是像澳大利亚这个不能顺利进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那第三个我认为恐怕还是一个中国决策体制上的问题，因为习近平现在大权独揽，大小事情都要他决定这个涉及这么多省的这种能源的供应又涉及外交涉及内部的这种资源的配置我相信恐怕没人敢做主一定要等他做主。那这个再怎么英明的人，一天也是只有24个小时嘛，而且他也不可能说下头的人递个文件来，他就签个字画个圈，肯定还是他自己要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这个才能够维持他的权利，做出这个裁决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决策塞车的情况恐怕就免不了了比如说我们说前几年呢发生了这个蝗灾的问题也发生了好像鼠疫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现在科技来讲都不应该是一个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可是呢都有拖延的情况。我认为绝对也不是中国当局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问题，还是没有资源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些问题，而是决策出现了塞车的情况那这样的问题其实恐怕是很严重的。我认为也不会，习近平也不会坐着看到地方在限电他在那边拍手，也不至于。但问题说这件事情恐怕上报给他或者是等他做决定的这个过程一定有所问题。因为尤其是像这个缺煤这件事情缺煤其实国际市场上现在煤价是有上升，但是总的来看并不怎么缺煤，不会说你有钱买不到煤没有这样的问题。然后你说这个澳大利亚供煤，其实它跟中国这个买卖煤矿的这个长约也没有中断嘛。换句话说，你希望说以前呢不让他的煤进来，现在说希望你履约，我照价付款，那个煤还是可以进来的嘛。那港口也没有出什么大规模，像英国是没有话讲罢工那中国哪有罢工？没有罢工。那唯一的理由就是所有一个环节这个出了状况之后不敢上报，或上报了也得不到答案因此呢导致现在问题日益的严重。